Hello， 大家好，今天的影片主题是恩情，让我们开始吧。先来看一下恩情的技能展示。那恩情的技能组是1攻击加1辅助，攻击技能只有补闪跟补抗，那这个效果组合算比较一般，不过对于装备比较不足的玩家来说，算是蛮有用的技能效果。攻击技能就比较有趣了，攻击技能除了有解无敌跟伤害这2个基础应该要有的效果以外，它的控场技能是聚集加电晕这个史无前例的组合。那在实战的过程其实看起来是蛮有料的，那等等我们可以看看它的实战效果是如何。今天影片有很多的玩家一起提供，那第一个提供的是无尾熊，那他提供账号由我来录制。恭喜他在今天合作第1天就抽到了恩情。简单来讲一下恩情的基础数据。那恩情是一个木属性智慧型的角色，应该很多人都会想到鲁迪乌斯，所以我们要先讲他攻击。攻击的部分是 10.2 万，那比鲁迪乌斯的 9.4 万稍微高一点点。技能伤害的话是4000%，所以也是比鲁迪乌斯还要高。那唯一跟鲁迪乌斯有差距的就是他没有解除争议，所以实际上的输出，我觉得实战上还是得再看一下的。能力的部分是出动电晕智慧型，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强势的能力。它可以配合上个月的白罗波熊大，那交替控场，这样子应该就是会有蛮不错的控场效果。那也可以更容易的克制智慧型。9星能力的话，有最后的攻击、抵抗增加空无跟抵抗暴风雪。那如果你在 PVP 使用，想作为打手的话，其实抵抗暴风雪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毕竟在暴风雪期间，你还可以进行攻击的话，其实在对于战局来说是蛮有利的。那抵抗真矿或最后的攻击，那就是各位玩家是不是有需要在自己斟酌使用。才能的部分是针对体力还60%以上的敌人会额外造成电晕效果5秒，那这样子的话，它的电晕效果最高就可以到13秒。如果你再用装备的话，就可以甚至到14秒甚至15秒以上，算是还蛮久的电晕控场。第2场对战由莱姆星暴中提供。开场我方的萤石大概是卡到一半的战线，不过对手有上个月的白罗波熊大，所以我方的智慧型可能会比较难生存一点点。那可以看到我方的推线其实不怎么顺利，对面的强行突破感觉是蛮强势的。那它的攻击技能的动画其实算蛮明显的，它会有一个类似空降的一个动画，直接从对手的阵容中间垂直降落。那垂直降落的位置，也就是它聚集的位置。那聚集这个技能其实是可以把前面角色跟后面角色都往前。可以看到现在对手的救生员荣恩就在一个电制的位置，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有一点就是把对手的打手往前拉，让我方的打手可以更容易打到。那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把对手的角色坦克后移，因为它判定位置其实有一点算打后排，但是不是实际上是怎样的判定位置，这个还要再等一阵子我们才会确定。总而言之，聚集作为一个后排的控场，这应该也是游戏中第一次见到。那目前看起来，这个控场效果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而且聚集之后，它还有电晕的效果，所以就是把所有人聚在一起，然后被晕住之后，打手就可以轻松的一次带走。再来看到第2场对战。那开场萤石直接被白罗波熊大往前丢，所以我方抢到大概一半的战线，算是还不错的。那刚刚没有提到恩情的站位，他的站位是395点，算是还不错的打手站位，可以安全的进行攻击或者是控场。那可以看到他已经把对手的鲁迪乌斯往前拉到一个坦克的站位，所以我方打前排的角色就可以很容易的直接把他打掉，像是慧慧跟帕瓦这两只角色都是打前排的。
那除了鲁迪乌斯以外，我其实可以想到一些站位很远的角色，比如猎人熊大或者是狂徒部长这些角色，其实如果被往前拉，对于我方来说都会是一个比较好处理的。只不过狂徒部长可能要小心一点，毕竟他是打后排的。再来看到今天的周场对战，那周场对战由魏雄的账号提供，我自己来录制，跟第一场是一样的。开场银石的卡位的部分到一半左右，虽然也还行，但对手这一场其实有一个蛮让我轻忽的角色，就是达文西沙利。那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说他让我轻忽了哪一点。对手使用了大雷雨加暴风雪，所以我方直接被推回家。我这时候是开无敌先保命。那可以看到刚刚在一瞬间，恩情是直接发动了聚集的技能，然后把猎人熊大直接拉到我方的门前。哇，这样猎人熊大的样子，他直接失去了站位优势，那可以很快的直接把它处理掉。那刚刚有提到达文西沙利，那达文西沙利其实他本身的技能有禁言，然后我也是一个打后排的，所以其实刚刚有一阵子我的猎人熊大直接全部被禁言，这其实导致我刚好在压塔的时候一度没办法靠着猎人熊大的击退来压制他们的塔城琴的角色。不得不说，其实当时在打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小惊恐的。但还好，达文西沙利存活率不太高，所以猎人熊大一样可以很稳定的发挥。那再来看看我们的恩情，恩情现在在一个电晕的状态，然后他的表情相当的有趣啊。那恩情这个角色，他其实在压塔的时候就会比较弱一些些，毕竟他的聚集的意义就比较不大了。你对于恩情他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发挥？你对他有什么期待呢？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